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改改桃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清迈每天会带的一个东西，就俗称的 EDC Everyday Carry。关于 ETC，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有好多种这种很唯美的图片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比如说一些小刀啊，一些小的一些相机啊，世界各地很多人会热衷于拍一些 EDC 的一些照片。很漂亮，很唯美。以前我在上海，其实也每天会带好多零零碎碎的东西嘛，其实没有太大用，因为我个人是个极简主义者。然后在清迈，我更极简了，就是我通常只会再带两样东西，一个是我的钱包，一个就是我的手机。其实之前大家都有很多疑问啊，在清迈是不是一直要带现金啊？包括我以前手机后面背后我都会放1000铢，以防万一嘛。但现在我手机后面是不放现金了。至于为什么，我待会儿会告诉你。钱包里面通常就是我带 Macro 的一些会员卡啊，包括 Ramping 的会员卡，然后这边会是放我的驾照啊，两张驾照，甚至以前我会放一张银行卡，但是银行卡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银行卡我现在是不放了。然后就是一些这个也很重要，这个就是一张我的保险卡，就是意外险，就因为我开摩托车嘛，所以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救助人员可以看到我有这张意外险的卡，可以直接去医院救助。关于保险，我们待会儿会专门做一期给大家讲解一下。然后就是我的一些现金了。然后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是不是我连钱包都不带，我只带手机出门的话，会不会影响我的生活？其实你平时带的东西越少，你掉东西跟你忘带东西的概率就越小。今天我就教大家几个实用的 APP， 教你只带手机出门，然后不用担心任何问题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支付问题。我之前有拍过一个视频，就是说清迈的电子支付，但是毕竟在清迈还有很多地方是，比如说老年人啊，或者说在山里面啊，可能电子支付没那么普及，还是会有用到现金的一个需求。但是如果说我钱包不带，我要现金怎么办？我后面有没有备用金？然后今天我教大家有一个曼谷银行的一个 APP， 然后你打开曼谷银行的 APP 以后，你可以看到在主页上它会有一个叫 Withdraw ATM， 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可以无卡在 ATM 上面取现金的，就你只要点击这个 Withdraw ATM， 然后进入以后，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金额选择，从100、200、500、1000一直到2500铢，甚至于你可以自定义我要取多少钱。然后比如说我要取100，然后 Next 就是下一步，它会有一个60秒的计时，其实下面有一个叫 Scan QR Code to Withdraw， 这就是你在 ATM 上面会看到有一个二维码，你点击这个去扫描这个 ATM 上的二维码，然后我们来到 ATM 到 ATM 上就能看到有一个叫 Cardless Withdraw， 然后摁这个，然后只有一个选项，曼谷银行手机银行，按进去以后就有一个二维码，然后你就扫描这个二维码，然后摁确定，就可以拿到钱了。所以说这特别方便吧？其实我不用带现金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只要有 7-Eleven 就会有 ATM 嘛，基本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真的万一我只带了手机什么都没带的话，我要取现金的话也特别方便，只要手机 scan 一下，它就可以取现金了。然后下一个其实就是关于驾照。你说我皮夹没带，我出去开车碰到警察要查驾照怎么办？DLTQI license 这个其实我很早之前2年前就装了吧，然后我也自己亲测了一下，因为我刚安装完这个 APP 的时候，我就去路上，其实我带驾照了，我就故意就是去了古城给警察看一下，这个是可以用的。当然我也在网上听到过说有些警察不认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法去说，但是我自己去亲测了一次，是警察是认可的。然后大家点击进去以后可以看到，我其实前面有2张就是空白的，因为这2张空白是我以前的驾照，我更新过了，本来是2年驾照，现在换成6年正式的驾照了。所以可以看到有汽车的驾照、摩托车的驾照，直接把这个给警察看就 OK 了。当然我不保证不保证所有警察会让你放心，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应急的嘛，万一你没有带皮夹的话，有这个驾照给警察看，总比什么都没有好，对吧 ？OK， 然后再下一个，比如说我刚才皮夹里面会放了很多超市的会员卡那些，其实现在有一个APP membership widget， 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添加了3个，一个是 Ramping， 一个 Macro， 一个是 Index。
因为我只有这3张会员卡，我其实很少办会员卡，基本上都是买东西的时候，他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办个会员卡，可以打折，那 OK 就办一个。如果没有打折的话，我也不会去办会员卡。然后就这个就非常方便，点击进去以后，大家点人品就可以出来一个条形码，直接给商家去扫描一下。其实平时也很用得到，基本上我们去买东西的话都会去扫描一下。接下来一个其实跟出行没有太大关系，但是我经常我现在一直会用这一个，就是一个叫 Immigration e-Service， 就是 IMM e-Service。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名字叫 Immigration e-Service， 就是说有关于移民局的，基本上就是90天报到嘛。常住泰国人都知道，我们在这边有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每90天要去移民局报到一次，其实也不用付费。就跑过去走一个形式，我到现在还不了解，就是这个90天报道有什么太大的意义，但是必须要办，对吧？在其他国家，我们得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。然后 e-service 这个就非常方便，点击进去以后输入密码，你就可以看到有几个选项，一个是 notification of staying， 这就是90天报到，然后 check the status， 这个就是你申请完了以后。可以去看有没有审批后的记录啊那些东西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cancel your application， 就是取消你刚才的申请。另外一个就是 download document， 就是你申请完以后，它会有一个像90天报到一样的一个文件，你可以打印下来，然后放在你的护照里面就 OK 了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有关于我们中国人在这边生活的话。通常我们不会取消中国的电话号码，因为我们中国的电话号码绑定了好多的这种银行啊，或者说各种认证的信息。现在很多手机的确出双卡双待了，但是还是有很多手机是没有双卡双待。就像我现在用的 iPhone 12 mini， 因为我特别喜欢 mini 这个手感跟这个尺寸，但是它只有单卡的，但是它没有双卡双待。其实我们可以把一般普通的单卡单待的手机变成一个双卡双待，只要下载一个这个无忧行，然后点击进去以后，在下方可以看到有一个叫电话消息，进去以后上面有一个叫号码托管。这个号码托管其实我现在已经是绑定成功了，你只要把原来的这个在里面的 SIM 卡拿出来，把你在国内手机的一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做一个认证，认证完以后就可以把国内手机号码这个 SIM 卡给拿出来了，然后就放进你现在经常用的泰国的一个手机卡。之后你所有的信息啊，包括电话啊，都是在这个 APP 里面会显示。就像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短信啊，包括这边有最近的通话啊，你没有手机卡，你都可以接收到这个信息。其实我们在这边很少会用国内的手机去打国际长途，因为现在有微信啊那些，只要网络，我们不会去打国际长途了。通常基本上我们只是接受一个验证码，比如说我要注册什么 APP 的啊，或者说登录一些 APP 啊，需要手机的验证。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方便，我不用特地去买一些双卡双待的手机。我之前用的是 iPhone 的 XR， 它是双卡双待，但是因为国内手机号你用的时间长了，会有很多这种垃圾短信啊，包括那些推销啊、垃圾诈骗的一些电话，每天会打过来，就会骚扰到我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 APP 里面它打进来，我觉得挺好。就是我要用的时候，我去打开 APP；我不想让它骚扰我的时候，我就不要打开这个 APP，它就不会来提醒你。我觉得这个特别方便，在泰国生活，包括在世界各地的人生活，我觉得都可以用这个。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5个，我非常推荐的，就是在泰国生活的一些 APP。之后我也会去发现一些新的一些使用技巧，然后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。然后欢迎订阅关注太太乐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